重要。好，来，我问你一件事情，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一种 CMR 题目是讲什么？有一组实验组，有一组对照组，或者是4年前、4年后，或者是 A 国跟 B 国，你有看过这种题目对不对？而且还蛮多，对不对？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大概有什么40%到50%。文章里面都是有2组来比较，对不对？好，以 A 国、B 国，他们4年前、4年后，法令实施前、实施后，旧方法、新方法 ，OK 哈，好，而且这种题目通常都是用这种形式写出来，你们看过这种写法 ？Those who work in不好意思 ，in consultancy firms has less leisure time than those who do not。有看过这种表述方法吗？哪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怎么样？所以他们更怎么样？有看过吗？对不对？好，在顾问公司工作的人，好，他们的休闲时间比较少，所以呢，他们比较不快乐。OK， 好，那你有看过这种表述方法吗？讲实验的 ，In an experiment with 100 people, 50 was given apples every day and 50 was not, or were not. Okay, then we found that former lived longer. 有没有看到？好，这叫什么实验嘛，对不对 ？OK， 比如说你看到老鼠，有一组老鼠给他们怎么样呢？先吃了药，有一组没有吃。好，这2种是不是你都看过，对不对？这种叫调查，这种叫实验。但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这2组都有一个特色，都是什么？把2个状况拿在一起做对照，然后呢说这2个状况的差别导致了最后的结果。这种我们统称叫实验调查题。这种内容在 GMAT 的逻辑题里面，其实上可能占了还蛮大一部分比例，至少40%。OK， 只是它可能会换成说 AD、BD， 换成4年前、10年后，换成方案实施前、方案实施后，换成旧方法、新方法，这样子旧工厂、新工厂。OK 哦，好，这种题目你看到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直接预测答案会出的方向。OK 哦，好，来，我们简称叫什么？预测方向。那我们讲第一个专题就是在告诉大家说，这种题目你看到你要怎么去破解它。OK， 所有的方向都在下面这5个。好，这5个只要都想完一遍，不可能答案超出这5个范围。OK， 你可以回去验证看的。之后回去之后，好，我们来看这5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来。最常见，你过去做到这种题目的时候，你还记得最常见的答案是什么吗？来，在咨询公司工作的人跟没有在咨询公司工作的人、顾问公司工作的人，怎么样呢？他们之间好怎么样呢？一边是比较少休闲时间，一边是什么？比较多休闲时间，所以他们一边比较开心，另外一边比较不开心。第一个销售方式叫做什么？叫做 sampling bias， 什么意思？标准的实验对照组里面，你只能控制一个变异，所以你只要点出他们2个之间有别的差别，那就有可能是他因。那你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来，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要怎么去削弱它？有没有可能是在咨询公司工作的人，他们的家庭里面的教育比较 positive， 而在非咨询公司工作里面的人，他们的家庭的教育比较 negative。所以不是因为他们的休闲时间，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导致了他们不同的心情，有没有可能？这叫什么？他因。那懂哦？有看过这种题目对不对？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这种在实验或调查都会出现。为什么？因为实验或调查，他们都是控制一个变因，告诉你这个变因导致最后的结果。你只要告诉人家说你样本分不干净，有别的变因，直接可以点出他因。好，只有知道这个不够。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以前做过题目都知道对不对？现在我们要讲剩下4个。第2个叫什么？叫 pool bias。什么叫 pool？ 游泳池它的意思是整个样本 ，OK， 就是整组样本。什么意思？你整组样本去抽样的时候，你抽的不能代表外面的全体。比如说你今天在这边去抽这个实验，抽100个人，你这100个人都是老人。可是外面的什么世界里面有老人也有小孩，所以你不能用什么100个老人去推什么整个外面的群体，那听懂我意思吗？那这跟前面这有什么差别？这个东西是在攻击样本之间的2组之间的差异，这个东西是把2组绑在一起，去告诉你说这整个样本无法去对比外面的事情。OK， 好，所以在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就可以说，你第一个的 survey， 你取的全部都是台北的状况，
可是你最后就想要推到的是全世界的状况，有可能台北比较特别。你这边取的100个人都是什么医院里的人，可是医院里的人跟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能听懂我意思吗？把整组样本绑在一起，跟外面的人做出那个类比错误，这叫什么？代表性问题，样本没有代表性，我们简称 pool bias。你这个 pool 就是整组样本。OK， 这个在实验跟调查也会有，因为实验调查都会抽样这样子。没有？好，第3个越来越少见了。好 ，criterion bias。什么叫 criterion？ 就是一个实验在设计的时候，一定会先确定一些假设。实验室里面你的温度要控制到多少？你的湿度要控制到多少 ？OK， 好，你要保持什么样的环境？这个假设会不会跟外面不一样？好，这就是问题了。比如说今天这样讲好了，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发现说，注射 A 这个药物之后怎么样呢？植物长得特别好，所以 A 这个药物可以被什么？人们用来怎么样呢？改善植物的生长。那我们可以怎么小论？我们可以说什么？实验室里的温度是20度，可是实际上全世界的温度不一样。OK， 好，有可能这个药物在实验室里面那个温度才能发生作用，可能拿到外面去之后怎么样呢？外面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有40度，有50度，有10度。这叫什么意思？你无法用实验室的那个状况去类推到真实世界的环境。那这个地方攻击的是什么？实验设计本身的问题，就是实验室里的环境不能去类比外面的环境，这叫 criterion bias。但注意哦，这个东西只能在哪里做？只有在实验可以做。为什么？你的实验室去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然后呢去类比外面。那舍备可不可以呢？舍备没有这种错误。为什么？因为你的舍备是干嘛？是直接从真实世界里面去抽样。那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的设备里面抽出来的人，像这个地方，你抽出来的人，他已经是真实世界的状况了，所以不会有环境的偏差。这样听得懂吗？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攻击说这个实验说什么？说这50个人给他们苹果吃，50个人不给。后来发现说有吃苹果的人活得比较长。但我们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实验室里面怎么样的好的空气，好怎么样呢？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促进，可以跟苹果结合，产生让人长寿的功能。但是在外面的世界里面，空气不一定有这种物质，所以呢就不能类比到外面的状况。OK， 所以这才攻击什么？攻击环境背景 criterion。OK， 第4个推论 bias，asserted bias 什么意思？过度简化什么意思？好，来，我们刚刚分别攻击了什么？再重复一遍哦。好。Sampling bias 攻击是2个样本的差别，有没有他因差别？再来 ，Pool bias 攻击是整个样本跟外面是有没有代表性？再来 ，Criterion bias 攻击是实验中的设计，好，它的环境有没有跟外面是一致的？第4个，什么叫做 oversimplification？ 来，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就了解了。Those who work in consultancy firms have vast leisure time, blah blah blah, so blah blah blah. 好 makes people that happier， 它叫什么意思？你实验中你观察到的这个结果，跟你的推论是有落差的，什么意思？请问你 vast leisure time 一定等于 happier 吗？不等于，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好，什么意思？今天有可能一个人虽然休闲时间很少，发现他也可能很快乐，比如说很充实之类的。就很像是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A 国的人比 B 国的人跑步快，所以他们运动神经会比较好。你觉得这有关系吗？好像怪怪的，为什么？因为搞不好他们跑步快，但他们打篮球比较烂。大家听懂我意思吗？什么意思？实验的结果跟你最后推出来的这个结论，他们不能完全对等。大家听懂哈 ？OK 哦。比如说跑步快不等于运动神经好，有可能他打篮球比较慢，比较烂这样子。OK， 所以在攻击什么？攻击你实验的结果到最后推论之间的断桥，这叫什么？这叫做过度简化。OK， 而这个当然实验跟什么？实验跟调查都会出现。像比如说这个实验，他说2组人比下来，有吃苹果的人活得比较长。最后结论是什么？结论说苹果让人健康。但我问你哦，活得比较长就代表健康吗？
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赖着不死，很痛苦，插管维持生命？那听懂我意思吗 ？OK 哦，这就是什么攻击断鞘 ？OK 哦，最后一个答案一定很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因果导致，导因为果 ？OK 哦，好，但注意哦，因果导致，导因为果这件事，这个攻击只能出在 survey， 不能出在 experiment。OK， 比如说像你看这个 survey， 它可以怎么做？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在咨询公司工作的人，他们有比他们怎么样呢？好，拥有比较少的休闲时间 ，OK 哦。那有没有可能是本来就没有什么时间的人才会去选咨询公司？有可能嘛，对不对？这叫什么？导因为果 ，OK 哦。但是这是在调查才会有的，因为在调查里面，我们是直接去收集数据。我们不知道这两件事情的先后，我们只知道它们的分布是这样子的。可是，在实验里面呢，其实你已经可以控制先后了。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实验，我们把100个人收集起来，然后呢，我们让50个人吃苹果，50个人不吃。接下来，我们看他后面的状况，发现说他们活得比较长。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实验里面你是可以控制先后的，对不对？你是可以先给他吃苹果。才看他活得长或短，所以这时候就不会发现说，因为我活得比较长，所以我选择吃苹果这件事情。因为实验中你是有控制先后，你是先给他变异再观察，所以在实验里面不会有什么因果导致的问题。这样有听懂吗 ？OK， 这5个之后就没有别的点可以削弱了。OK 哦，好，所以以后你遇到怎么样呢？好。遇到逻辑里面有讲实验、有讲调查的，请你用这5个点下去做判断，重新很快的再过一遍。先最常见的是什么？攻击样本之间有没有别的变异？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样本本身跟外面能不能代表性？整个样本跟外面整个母体有代表性？再来就是实验室跟外面状况是不是不一样？第4个是什么？你实验的结果一定能完全代表你想要讲的结论吗？第5个是有没有可能是导因为果 ？OK 哦，好，那这东西虽然我们现在想的是削弱，但是你转念一下，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加强，大家听懂我意思哈 ？OK， 或者是假设，把这些东西化成 whether 是否，它就变成什么评估，所以它可以万用 ，OK 哦，好，再来，在逻辑题里面，当然它很有用，但是为什么到时要特别讲这个，不会讲 CR， 是因为什么？它除了逻辑题之外，来，请问你。阅读题有没有出现类逻辑的题目？有，对不对？当你在阅读里面遇到它的证据是实验或调查的时候，通常后面的高分题都会是一个如何削弱、如何评估，这些方法一样用得到。在阅读题里面，遇到类似 CR 题目也用得到。再来，写 AWA 的时候，回想一下，你 AWA 它的题干要给你什么东西？是不是会给你一些过去的状况，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调查发现，我们这边有很多顾客喜欢吃什么？这个月的作文基金有一篇，我们过去有很多顾客喜欢吃的健康，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卖生机食品这样子的文章，健身房的文章这样子，是不是也是用一个实验调查分布去引出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你一样可以用这5个方法去下去做，用这5个方法就可以生出3段的论述 ，OK？ 所以呢。好，阅读逻辑跟 AWA， 你都用这一套下去的话，只要你遇到实验或调查推出结论，你都可以用这套下去做，基本上没有你破解不了的题目。各位可以去试看看。OK， 这是我们第一件。